华雷斯的全名是拉斐尔·科罗纳·华雷斯。巧的是，他出生的地方就是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，而这个城市的名字也叫华雷斯。在华雷斯这座城市，一直经活跃着墨西哥最大的犯罪集团，而这个城市也常年蝉联全世界暴力犯罪最为严重的城市。说它是现实版的歌坛，那都是对歌坛的侮辱，毕竟歌坛除了超级反派之外，还有超级英雄，而这里只有一个比一个凶恶的超级反派。华雷斯在这座与他同名的城市中长大，他的父母虽然不是犯罪集团成员，但也都在犯罪集团的手下赚钱养家。他的父亲一直为犯罪集团开卡车，车里有时拉军火，有时拉毒品，也有时拉尸体。而他的母亲则一直在犯罪集团的制毒工厂为他们称重打包，甚至获得过很多次由犯罪集团组织的技能大赛冠军。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，华雷斯从小就对暴力犯罪非常痴迷。12岁那年，当地犯罪集团的一个小头目给了他一把枪、一辆自行车和50美金的现金，于是他就蹬着自行车，按照对方的要求，在街头射杀了一个毫无防备的敌对帮派成员。虽然手枪的后坐力让他的手腕疼了好几天，但那几天里，他每个晚上都因为对方脑浆迸裂的那一幕而兴奋得难以入睡。那一刻，华雷斯意识到自己可能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材料。自那之后，他就成了一个帮派成员。经过将近10年的积累，他也成了华雷斯小有名气的小头目。随着华雷斯的老大被敌对帮派暗杀之后，华雷斯便带着自己的手下从那座城市逃了出来，在恩塞内达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。又经过10几年的积累，华雷斯的实力愈见强大，现在他在墨西哥众多犯罪集团里已然能够跻身10。不过在这个10里，28原则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排名第1、第2的犯罪集团垄断了至少80%以上的利润，所以像华雷斯这种在10里面吊车尾的，与第1名的差距就更是天壤之别。墨西哥最大的犯罪集团年利润超过100亿美元，但华雷斯混了这么多年，所有身家都算上，也才堪堪过亿。当他听马奎汇报说有人拿着黑金卡找到他们的手术室时，他整个人也为之震颤。这可是身家过100亿美元的大佬啊！不管他到底意欲为何，华雷斯都不得不紧张，也不得不重视。就在华雷斯有些失神的时候，荷官开口催促道：“华雷斯先生，该你要牌了。”华雷斯这才回过神来，他没理会荷官，而是对着电话那头的马奎说道：“马，我现在就赶过去，你一定要好好招待这位叶先生，千万不要怠慢了贵客，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。”电话那头的马奎连忙说道：“老大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招待叶先生。”说着，他不忘提醒道：“老大，千万别忘了，尽可能多带些兄弟们过来，有备无患啊。”华雷斯哼哼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说罢，他挂了电话，将牌扣在桌面，匆忙地站了起来，转身便要离开。他的女友有些诧异地问道：“拉斐尔，你要去哪？”华雷斯开口道：“我有重要的事情去办，你先在这里继续玩，筹码都留给你。”说完，他便招呼上自己的4个保镖，说道：“卡洛斯去开车，埃克托打电话通知所有人，让他们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，前往手术室集合，记得所有人都要全副武装。”名叫埃克托的手下惊讶地问：“老大，什么事这么严重，要让所有兄弟都赶过去？”华雷斯开口道：“未必是坏事，但也未必是好事，具体还要等去了才知道。不过不管好坏，我们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”
在华雷斯看来，如果叶晨确实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好机会，那自己自然也要好好把握，不但要让叶晨看到自己的诚意，更要让叶晨看到自己的实力。而如果这个叶晨来者不善，自己把兄弟都带上，也能尽最大可能避免危险。疯狂华雷斯一共有200多名直属成员，这些人里绝大多数都是墨西哥本地人，而在墨西哥，枪支泛滥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美国，尤其是犯罪集团，不只是人人有枪，而且很多还有从美国高价走私进来的制式装备。所以疯狂华雷斯成员的战斗力比起军警来也是毫不逊色。当他们收到老大的命令之后，一个个都带着装备，飞快前往手术室所在的那个小村庄。在街头火拼多年的华雷斯，一直要求疯狂华雷斯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会开车，并且必须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。究其原因，就是为了增强整个集团的机动能力。这在华雷斯看来，重要性无异于现代军队的摩托化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要求所有成员的车内必须安装电台，同时为了确保电台通讯畅通，他在恩塞内达方圆100公里内设立了多个电台中继站，以此来提升电台通讯的覆盖范围以及通讯质量。此时的他坐在自己的防弹车里，拿着车载电台的手咪，开口吩咐道：所有人注意，无论你们从哪里出发，都不要擅自进入手术室所在的村庄。第1、2、3小队在村庄东部入口集结，第4、5、6小队在村庄西部入口集结。所有人集结完毕之后，听我号令，以前行攻势对手术室完成合围。各小队长收到立刻回复。很快，对讲机里便传来多人的声音：1队收到，2队收到，3队收到。6个小队长全部确认命令之后，华雷斯继续说道：你们在进入手术室方圆3英里范围内之后，一定要密切留意身边的环境，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藏匿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华雷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火拼，战斗经验丰富，在他看来，无论对方有没有暗中部署兵力，前行攻势都能够最好的保证战斗力的发挥。若敌人在中央，前行攻势能够很好的将敌人合围；若敌人在外围，两路兵力以前行攻势汇合之后，又能以中心点为依托，防御外来之敌。如果是面对普通的犯罪集团，华雷斯这种手段非常高效，但他想不到自己要面对的恰恰是佣兵中的王者万龙殿。按照叶晨之前规划的战术，万龙殿的成员全在村庄1-2公里开外分散隐藏，为的就是等对方完成集结之后，再收紧包围圈，将对方尽数装进口袋。而且这些万龙殿成员清一色全是武道高手，实力比一般的雇佣兵更是强出太多。所以当他们潜藏起来之后，这些疯狂华雷斯的成员就算从他们身边经过，也不会察觉到任何异常。